们今天要来准备讲的主题是 Verbal 里面的 CR。那有一种蛮特殊的题型叫做考古题。考古题不是说过去曾经出过的题型，而是说这个题型里面的故事内容呢，它比较偏向的是讲考古学，讲过去要从现在的证据发现过去的一些动态。这种题目呢，是很多同学在看的时候会常常就是不知道怎么做的题目。那我们今天就来教大家一些常见的思考思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个考古题，它为什么那么难呢？其实是有几个原因哈。第一个原因就是说，考古题它本身不接近我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哦，那所以呢，我们很难去用代入法的方式去做思考。比如说，你总不可能去代入一个花瓶，你总不可能去代入比如说这个动植物的化石，那你无法去代入思考的时候呢，就会变得思考不是那么直观，这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就是因为往往都是没有什么谁导致谁的关系，不像是我们说做方案目的题，我们会有做方案之后会导致结果，那会有一个很强的因果关系可以让你去推导。那考古题我们往往只是要去找连结性、关联性，所以你就会觉得说这个关联性不是那么的好思考。那第三个原因就是因为说考古题可能还会去刻意的放入一些学科类别的单字，比如说某某生物啊，好，比如说某某朝代或者是某某人名。那这些学科类别的生难字，它会在你脑袋里面就是等于原封不动的，你无法把它转化成一些更相近的概念，那你就会在阅读的时候会越来越慢。所以呢，很多同学在遇到考古题的时候，会觉得说怎么感觉没有一个思考的方向跟 pattern。所以今天我们主要来再帮大家补充的是考古题你可以去思考的5种方向。我们先来看这5种方向分别是什么。每一种方向我都会去帮你用比较浅显易懂的中文去讲解，并且呢，我还会帮你去补上生活中故事的例子。那我们都了解这些就是逻辑的方法之后呢，我们等一下再去看题目。我们现在看第一种，我们应该要怎么去思考呢？第一种方向叫做来源的效度 （source validity）。那什么叫来源效度呢？我们总归一句话，就是你的证据的来源是什么？证据从哪来？比如说，你可以去思考，在文章里面他提到了一个证据，用这个证据推出一个结论。那这个证据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个证据是他随便抓过来的一个证据，还是说他今天是有可能是伪造的？还是说今天这个证据它其实没有代表性，它只是小小的一个东西，但实际上你可能还缺少更多的资讯。比如说，我们会去思考样本是不是可信的？你只看到一个，你总不能一叶知秋嘛？你不能拿一个叶子就说要整片森林嘛？还有就是这个证据它到底是当时所有人的状况，还是说只有一部分人的状况？比如说，我不能说看到清朝有花瓶，我们就说所有人家里面都有花瓶，有可能只是王公贵族有花瓶，你不能去硬要推到就是整个普遍的状况都是这样子。好，所以当你看到文章里面提到证据的时候，我们可以往3个方向去思考。好，第一个方向是这个证据它本身到底来源是什么地方？它到底可信吗？第二个方向是这个证据本身的量是不是足够的？它是只有一个，还是说它其实有别的地方有更多的证据可以帮我们印证？往往在加强题的时候呢，我们就是可以去找到更多的证据，比如说这边要找到一个，那边要找到一个，那我们有2到3个证据以上的时候，那我们的结论就会被加强。那第3个就是说，这个证据会不会只指向的是一小部分的人群或一小部分的状况，而不代表整个全世界的状况，或者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状况？那我们随便举个例子，比如说有朋友跟你讲说，哎，我听有个医生跟我讲，喝椰子水可以对我的过敏是好的。但是呢，你就会很自然就反问他嘛，医生是什么医生？是专科医生吗？还是说那个是什么小儿科医生？好，复健科医生。如果是复健物理治疗的医生的话，那他跟你讲这种过敏的东西，那你觉得可信吗？或者是你只听一个医生讲了这个片面之语就当结论，那是足够的吗？这就叫什么？所谓的来源效度的问题。来源太狭隘，所以没有代表性，这是第一个点。那第2个叫什么？叫时间的一致性 （temporal alignment）。alignment 这个字的意思是一致性或对齐的意思，那 temporal 的意思就是跟时间相关。那我们如果把它用简单的中文来理解的话，就是你的这个结论跟证据，它们之间在时间上是否吻合？就是你主张的当时所发生的事情，跟你所提出来的结论，他们在时间上是不是 matched？这是第一个。再来就是你所给出的所有的资料在时间上是不是一致的？好，有没有可能你一下给秦朝，一下给元朝，一下给汉朝？你就是比如说什么你把汉朝的东西拉上秦朝的东西，拉上元朝的东西，3个东西是绑在一起，然后跟我讲说中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历史。可是问题是，汉朝有的东西秦朝不一定有，秦朝有的东西元朝不一定有。你不能说元朝有纸钞，然后呢汉朝有书简，
然后呢，秦朝有就是万里长城，你就要跟我讲，好，整个中国从以前到现在，这3个东西全部都有。嘿，有可能到了元朝的时候有纸钞，但是到了元朝的时候长城不见了，或者到了元朝的时候这个书简就不见了。所以你要确保说你的这些资料的时间点，它或者是他们是一致的。以及你要确保说，哦，你最后要推出的这个事件跟你所给出的证据，他们在时间上是不是同一段时间？那我们再随便举个生活中的例子，比如说今天假设今天警察去办案，然后呢，在死者的身旁发现一件这个购物的发票，然后发现说上面印的时间是他晚上8点的结账，发票上面印晚上8点，然后呢，警方就发现说，嫌疑犯他的手机定位记录是显示他那个时候，好，比如说7点45分在医院那个地方，然后医院的那个急诊的挂号记录也是显示说，这个7点45分他在医院看病这样子，而且当时还有病历。那这个是不是时间对不上，对吧？你的证据是显示这个嫌疑犯在7点45分的时候在医院还在看病，最后还开了病历。然后呢，另外一个地方的死者他8点钟还在购物，那时间对不上，你就不能够去对到，你就不能说就是可以说这个人是嫌犯，这就是很常见我们说不在场证明。那只是这个不在场证明呢，它是属于时间的不在场证明。那第3种叫什么？叫做地理的唯一性。就是等于说，时间跟地点是时空背景，是考古学里面常常考的这个逻辑概念啦。其实你把我们刚刚讲不在场证明换一个方向去想，比如说今天我们最后验证说这个死者死掉的时候是在家里面死掉的，然后呢，但是我们发现还是这个嫌疑犯呢，他当时有明显的他那个时间点不在家里面，他就在别的地方。那地理位置不一样的话，那就确定说什么？确定说就是不是凶手。所以其实我们翻译成中文就是说，此地点是否是唯一可能出现此事件的地方？所以我们会问几个问题：第一个，这个地点是不是跟事件唯一相关？比如说今天发现尸体的地方是河边，结果后来发现，哎，其实他早就死了，他死亡时间很长，所以有可能第一现场不是河边，第一现场是家里，或者是工厂，或者是其他地方。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变成说，不能只拿河边出现的证据去指认嫌犯，我们可能还要去找到真正的第一现场，或者是所有有可能的第一现场。看那边有什么证据，我们才能够去归纳出嫌犯可能有什么特色。还有就是类似的证据是不是出现在其他地方？还有就是到底这个地方是不是就完全对到我们手上的物证 ？artifact 的意思就是物证，就是是不是这个物证就是完全只连到这个地方。比如说，我们发现有花瓶，我们就认为这个人曾经去过中国，可是问题是这个花瓶有可能不是只有中国有，有可能蒙古也有，也有可能是日本也有，韩国也有。我们不能用有这个东西就觉得这个东西这个人一定去过哪个地方，这叫地理的唯一性，就是地点跟你所你要推出的结论事件，他们之间是不是有1对1的关系？那当然，如果你要反驳的话，你就是要证明他们之间不一定有1对1的关系。第4个方向是什么？叫做替代解释。那其实这就很常见了，这就是我们不管是不是考古题都会看到的他因嘛。你现在有看到这个证据，那这个证据能不能被结论以外的其他原因解释？比如说，你看到这个人家里有一个花瓶，你就说这个人一定很喜欢插花，所以他去买过来的。可是有可能不一定是他买过来的，有可能是别人喜欢插花送他的，也有可能那个花瓶就是只是被当做是一个艺术品，只是被当做是一个就是像是那个有价证券一样，有没有？就是家里面有名画，不代表这个人真的很懂得赏画，也有其他的可能，可能他这个名画是用来洗钱的，所以这个是叫做什么？叫做替代解释。有没有其他合理的假设？可以去解释这个现象。还有就是你能不能去排除其他的可能性？我们再举个例子，比如说你看到有一个人在就是那个凶案现场附近跑步，然后满身大汗，你可能以为说他就是凶手，他刚犯完案，然后他可能很急的想要逃跑，所以满身大汗的跑走。可是实际上搞不好人家只是在附近刚好晨跑要回家，对吧？你所看到的这个证据就是他满头大汗的跑，这个叫做你看到的证据。可是呢，你所推出的是一种可能的原因，你就觉得他好像是犯案的，但有可能人家是别的原因，人家就只是在晨跑而已。那这就叫所谓的他替代解释。好，那第5个比较特别哈，第5个叫做观察缺失。好，什么叫观察缺失？我们就先要跟你介绍一个在逻辑学上常用的推理方式。好，叫做若 P 则 Q。若 P 则 Q，如果 P 成立，则 Q 必然成立。这个是一个逻辑学、演绎学上很常见的这个充分条件推到必要条件。那若 P 则 Q 在逻辑上呢，我们不能去推到什么？我们不能去推到若非 P 则
非 Q， 这是不能推到的。然后呢，若 Q 则 P， 就是只是反过来，我们也不行，这也不能推到。好，然后呢，我们唯一能推到的是什么？我们唯一能推到的是，不但反过来，两边还要都否定，也就是若非 Q 则非 P。这个是逻辑学上一定会成立的，其他几个都是不一定会成立的。那我们来解释一个例子，好不好？如果天上下雨，则地上就会湿掉。你能不能说天上没下雨，地上就一定不会湿，地上就一定是干的？你不能这样讲，因为有好多可能会导致地上下雨，地上会湿嘛。那你能不能说，如果我们看到地上湿了，就代表天上曾经下过雨？也不一定。为什么？因为我们刚刚也知道，替代解释地上是有很多种原因，不一定是下雨嘛。但是逻辑学上唯一能够成立的是什么？就是如果若 P 则 Q 成立，则若非 Q 则非 P 一定成立。好，如果天上下雨，地上就湿掉。那么如果地上没湿掉，代表天上一定没有下过雨，这个在逻辑上是一定成立的。那所以根据这个逻辑，我们就可以去想，如果某件事情发生，应该会留下什么证据？如果是第一现场，来，我们这边写，我先帮你写下中文哈。若某事发生，则一定会有叉叉证据，而反过来，如果没证据，代表没发生。比如说，在凶案现场，如果这边是凶案的第一现场，它应该会有血迹，这边应该会有血迹的，一定会有血迹的残留。假设这句话是对的，那我们反过来讲，我们在这边找不到血迹的残留，所以我们基本可以排除这边是凶案的第一现场。所以呢，看看有没有这种关键的连接跟证据，就会变成是我们的任务。就像最近呢，这个有一个新闻说，可能我们真的快要在地球外面发现到生命的踪迹了。大家不知道我们关注这个新闻，就是他有发现了一个大概几百光年之外的一个就是行星。然后呢，他说发现生命的踪迹，不是他真的看到生物哦，他是看到了一种特殊的化合物，特殊的有机化合物。那在地球上是什么？如果有生物，则会去产出这种化合物，只有生物能产出这种化合物。所以他认为说，我看到了这个化合物，就有可能会有生，就是有可能代表那边也有生物，这样子，就是用一个间接的证据啦。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好，就是如果有凶杀案，那这边应该会有血迹。那如果我们没看到血迹，代表这边可能就真的没有凶杀案。我们现在知道这5个方向，我们重新复习一次哦。第一个，他给出的证据，我们先想证据从哪里来？你这个证据是不是有代表性？如果等一下发现别的选项给出反过来的证据，对吧？代表你的证据就没有代表性，或者是别的选项如果给出更多跟你一样的证据，代表说可以加强我的结论。第二个，结论跟证据在时间上是不是吻合？如果我们今天最后要证明的是某件事件发生在什么时间的时候，我们就要去注意这一点。第三个，你尝试要把证据跟地点一起连接，那我们就要去想说，那这个地点是不是跟这个事件真的有关联，跟这个证据也有唯一的关联？这是第三个。第四个，就是你尝试要用这个证据去解释一个事件，说那个时候一定有这个事件产生，那我们就要去想，有没有可能这个证据可以指向其他的事件，不一定是你所讲的这个事件。好，第五个就是如果我们要证明当时某事发生，我们就要找到那件事发生可能会有的关键证据。如果关键证据没有的话，代表那件事不一定会发生。好，这5个我们等一下就会交互的运用。